我报名了，一人只要12000免小费，越南岘港6天5夜，行程超值按摩按到爽，包吃包住包机有包车，各位朋友一起跟我来见证。先找某人，大家好，穷鬼又带来了低价团，这次我参加的是一人只要12000，而且还免小费的6天越南岘港团。第一次来越南超开心的，觉得来越南可能都是吃生冷食物吗？错，这趟岘港行程不仅便宜又顿顿饱，全程没有自理餐。我们不仅吃了在地越式蒸笼塔、巴拿山自助餐吃到饱，越式庭园高级餐厅，还有音乐吧。即便是回程到机场，还有越式法国面包吃，饱到一个不要不要，而且住当地4星级饭店，最后2晚还住当地5星大饭店。同时行程也是满到不行，我们去了巴拿山，还搭了最长缆车，赏了无敌美景，看神之巨手，全程美照拍不完，美景看不完。还有免费游乐园让我们玩不完。到了惠安逛在地古镇，体验浓浓越式风情，品尝越式咖啡，还去嘉南岛搭竹篮船，体验水上卡拉 OK， 钓螃蟹，简直快乐到不行。最后回到岘港，还带我们参观5行山，看山，逛最美美西沙滩，看海，还去了最美海湾山茶半岛，山海一览无遗，还打卡了法国粉红大教堂，美照发不停，而且车程都不会太远。简直超糗！晚上回到饭店啊，还有时间自己安排自费行程，附近都是按摩店，还安排在地大卖场给我们买伴手礼大采购。岘港的物价简直暖心啊，导游领队服务都不错。但这趟越南出国这么便宜，有什么问题吗？就跟着穷鬼一起看下去吧。今天第一天超级简单，就是来桃园机场搭飞机。由于太便宜，顺便带妹妹一起参加了。老爸在世的时候带他们出来玩，都没有我带他们出来的多。这次参加的是找到了旅行社，至于后面会不会翻车，我们再来看。机场超多都是找到了的旗子。各位，我来参加那个越南，一个人只要12900，6天5夜。前3晚住4星级饭店，后面2晚住5星级饭店。哇！而且还有去巴拿山，还吃一顿巴拿山的自助餐，几乎全程包餐了。搭的是什么航空？你知道吗？越族航空。不晓得这趟行程值不值得？不过要走3趟购物站，没差啊，反正大家都知道了。这次只带$200，到了当地再换越南盾。旅行社这边很大方，有附旅行大礼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网卡。虽然这家讯号差强人意，但还堪用。领队宣达注意事项后，就各自解散，前往登机集合。这次搭乘的是越族航空，晚去午回的班机，其实就把它想象成有公餐的联航就好。重点就是它很准时，这点毋庸置疑。旅游不便险极少用到的优质名单，这次被安排到逃生舱的位置，正对面就是空姐，俗称相亲座。好险我英文很烂，越南话也很差。机上逃生示范，准备起飞，出发前往越南。4小时左右的航程，看几部电影就结束了。终于抵达越南岘港，接着领队还要集合带我们出去，我们同团的必须一起出海关。到越南岘港啦，哇 ！VIP 落地前快速通关90块，不用夹任何小费。出海关以后，就要与我们的导游还有行李箱见欢啦。有够爽，搭豪华巴士。由于团员人数少，只有约16个人左右，一个人可以坐4个位置。这次有人护照弄丢啊，所以少一个人，超可惜他没参加到。上车就罚水，就甘心嘞！哇，太爽了！所以呢，这几天的话呢，我们入乡随俗，可以叫我是阿道或者明道，好吗？好。在游览车上，导游就介绍自己以及明天的行程、饭店的注意事项等等。怕大家没吃饱，还安排吃一碗越南河粉，汤头不错。如果还想吃点别的，也能加价点炸春卷，不过不需要。吃完就准备回饭店了。回到饭店已经晚上10点多了，明天早上要8点半出发。饭店服务员都这样帮忙搬行李，看来不给小费是不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饭店附近挺热闹的。领队还帮团员安装手机网络，但他有够可怜啊！晚上住的饭店还跟我们不同间，
要自己拉行李到隔壁，隔天才能拉回来。不过建议还是别帮客人装网卡，不然手机坏了算谁的？来，各位，越南的饭店号称4星级，不过这样看起来好像是3星级而已吧。饭店开箱环节，哎呦，冷气已经先开好了，来，我们开灯。哇塞，请容许我先放个包包哦，太重，每次开箱都要背一堆包包。全身上下有10公斤啊！来，我们先看浴室哈。浴室的灯，先看柜子好了。先看柜子。哦，是4、5星级都会备的那个浴袍，好啦，基本上不会穿啦。哦，还有，哇，拖鞋，哇，看起来就已经有人穿过了，这个不要穿了啦。哦，建议穿自己的。来，浴室来。基本上它这边饭店都有它的备品，牙刷啊，梳子，再来棉花棒，好，洗头发不想洗头的这个有浴帽，我们是3人房，结果只有给我2个杯子，算了啦，其实也不太用，哇，这里的洗沐浴用品啊，都是直接放在台面上的，正常吗？OK， 环保材质啊，洗澡的时候这3个瓶子要带进去里面的。来，再来看浴室马桶的声音，有通 ，OK， 这个就不用讲了吧，水压够强，可以，C 卡称诶，垃圾桶啊，卫生纸。再来浴室这边，这是它的花洒，花洒莲蓬头，来，好，正常啊 ，OK。这里有窗户，哇，可以看室外景观呢，不错。好，我要关起来了。还有啥？这浴室就这么大，好了。然后我们这边有个玻璃，如果不想要给别人看到的，它也可以把窗帘拉起来拉下来，慢慢拉啦，拉坏掉要补。OK， 这样就有隐私了嘛。冷气的他已经先帮我们开好了，而且它也有取电卡。OK。我们来看一下，哇！首先这边要讲一下，泡面要钱，那咖啡包、茶包、水不用钱。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箱子里面，这里的话呢，这里面冰箱的都要钱，它没有明讲啊。不过它不是红外线感应的，所以如果你在这边喝了，你可以去外面便利商店买一瓶，再回来补回去。来，我看一下，3张大床，因为我们是3人房，这感觉就是双人房，然后加了单人床这样子。好，看一下，软不软，硬不硬？OK 啦，传软硬适中啊。再来要记得饭店越南这边禁烟会罚钱吃榴莲或吃气味重的食物，或是吃有颜色的那种山竹啊，千万不能沾染到床上或毛巾，要赔钱。好，我看勉强可以算是一个室外景观啦，可以。看一下办公桌的部分，其实也算大啦。电视正常可以啦，反正你也不看越南节目啦。插头的部分，这边插头比较少，我看到的就只有书桌那边一个，然后再来床头一个，基本上台湾的插头在这边可以用了，220V 的那
热水壶啊，这吹风机太阳春了，但它至少也是 Panasonic 的啦。好了，勉强过关了。啊，热水壶就不要用了。柜子放东西的吧。那我们看它有没有佛经、圣经、可兰经。没有，没有佛经、圣经、可兰经。好吧，这边就是它的菜单的部分，就是说房间设备多少钱这样子。OK， 结束。大家早安，第2天开始了，可以开始走行程了。先来介绍一下这间饭店的设施，在饭店顶楼啊，他们饭店设施的部分是一个很勉强的泳池跟健身房，不能说它没有，但它就是有的概念。来，讲这么多，来先吃早餐。电梯门口一打开啊，直面的就是早餐餐厅了。这间饭店说实在话，就是当地评鉴的4星，实际感受下来跟台湾3星差不多。不过早餐还算能吃啦，属于吃饱不吃好的类型。来说说今天的行程，今天就要去巴拿山啦。这边有漂亮的缆车能搭，还有类似法国村的地方能看，还有佛手桥以及内部的游乐设施。而且中午也能在那边吃自助餐。基本上今天半天的行程都是在巴拿山。巴拿山行程结束后，吃个晚餐，接着会有一项本次行程赠送的粤式按摩，结束后就会回饭店了。其实这也算轻松惬意的一天。各位，我们出发，早上第一站就是前往巴拿山。好来，哥哥姐姐们，早上好。早安，早安，大家睡得好吗？好。虽然导游加减会介绍地理人文，但其实听得都很勉强。然后法国派的一位将军，那么这位将军的话呢，他的名字叫勒贝先生。勒贝先生把那个整个香港市区那么跑一趟。接着重头戏来了，导游会在车上开始介绍自费行程了。因为来了这个城市的话呢，想把那个行程就是丰富一点。日式按摩60分钟的那个时间1间，对吗？糖浆夜游1间，奥黛秀是1间，总共的话呢加起来的4个项目是多少钱？4千。但是澳洲带的很多的旅行社，比如说可乐、百威，还有东南，对吗？一个优惠都没有。套餐的话呢，就是2800，这个是双向的那个找到了旅行社的那个优惠的那个价格。没错，本次越南跟团依旧有自费行程，看奥黛秀、汉江夜游船、粤式按摩升级，再来粤式洗头，这4项原价4000，但由于找到了旅行社特别短位，所以变成一个人优惠价只要2800。注意是一个人哦。但你们想想看，穷鬼这次带多少人？2个妹妹就是3个人，变成3倍，所以穷鬼把我们洗套餐。一套餐就是不参加自费行程，自己玩自己。不过也还好啦，即使不报名自费行程，导游也不会为难，挺自由的。来到中越岘港，你绝对躲不掉这个行程——巴拿山。商沃的太阳集团是越南最大的企业之一，凡是这些大型观光娱乐设施啊，几乎都跟他们有关。巴拿山前身是法国殖民时期建立的避暑胜地，这里号称是越南版的假欧洲。虽然听起来很像什么山寨游乐园，但老实说，以我们这种团的标准来看，这里的硬体设备跟风景，绝对是整趟行程里最值回票价的地方。光巴拿山的门票含自助餐，可能就130万越南盾。入场的时候还会发免费的啤酒券，上去就能换。沿途都是一些卖东西的商店，待会下山也是经过这一条路。这趟人龙不断，而且曲曲绕绕，人潮汹涌。接下来还要搭缆车上去。看到没有？有一条完全没有在动。有。哦，有一条那个黑的，是不是？完全没有在动。今天是开了4条，可以开到5条缆车，很厉害。表杀4条缆车，今天人有多。缆车上风光明媚，不愧是最长缆车。光是上山下山，这路线就开了有好几条。目前巴拿山缆车线路总共5条，只希望不要半路停下来，那就尴尬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佛手桥。
在网络上看照片很壮观，对吧？但现场的真相是，人多到你以为在跨年。想拍出那种空灵感哦，抱歉，你只能拍到满满的后脑勺。但不得不说，这两只长满青苔的巨手，拖着金色桥面的设计，现场看还是挺有震撼力的。记得抓紧时间卡位，拍完赶快撤退。光这个观景台就一堆人抢着拍，同时还有收费摄影也要用这个位置。如果各位出来玩不想旅伴拍的不好看，就花点钱请旁边的付费摄影吧。拍完佛手桥，我们接着往百年酒窖的方向过去。这个区域主要是拍美照用的，像这些花园跟造景都相当上镜，每一个角落跟布景都堪比布达佩斯城堡山。毕竟是越南版假欧洲嘛。不过我们待在这边只有1个小时左右。不愧是巴拿山，居然还有东西合璧，左边欧洲，右边还有东方大佛。这边叫灵应寺。德拜酒窖要额外付费参观，价格包含品尝红酒跟参观。要额外付费的就不用看了，喝不起红酒没关系，穷鬼请大家喝红牛。哦，进巴拿山。接下来就要集合带往主要区域法国村。来，先来搭个小火车。转搭缆车。一般来游乐园，最怕的就是被园区餐厅当盘子宰，吃顿饭贵到要破产。但这就是我们第一价团最魔幻的地方，团费才1万多，旅行社会在山上放牛吃草让你饿肚子吗？大错特错！我们的行程竟然包了一顿巴拿山自助餐，算给你看了。光是那趟破纪录的超长缆车门票，再加上这顿吃到饱，如果是自由行自己买，一个人少说也要喷掉1-2千台币。这一顿自助餐有肉有菜，应有尽有，不一定精致，但肯定相当符合每一个人的口味。这一餐可以慢慢吃，也可以吃快一点，因为这包含在我们行程当中的时间。早点吃完，你就可以早点出去逛。吃饱喝足，爽吃一顿后，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错，巴拿山最狂的隐藏福利就是这个超大的室内游乐园 Fantasy Park。这里面有3层楼的游乐设施，不管你是要玩碰碰车，甚至室内自由落体，这里面很多设施几乎全部免费。外头如果太阳太大，或是遇到下雨，我进来这里吹冷气，完全能把门票钱彻底压榨到极致。来到法国村啊，除了看城堡，绝对要来排这个高山滑车。你可以自己控制刹车，在山林轨道里狂飙。重点来了，游乐园的设施通常贵得吓人，对吗？但我们实际实测哦，3个人上去玩一圈，总共也才花30万越南盾，等于一个人只要10万越南盾，约120块台币左右。在这种观光一级战区啊，这价格简直佛心到不行，因为这是排队最快的。还有一个排长一点的那个路线就不排了，没太多时间。先来给大家体验一下。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Taiwan。点那个，后面停。好，前面开，后面停。后面 OK。好。如果在园区逛嘴馋呢？进来之前还记得吗？就有人发啤酒兑换券给你去园区里面换点心。如果不要啤酒，还可以换成其他品项，像是薯条。粉丝们辛苦了啊！巴拿山的行程呢，在这边大概4个小时左右吧。敬了粉丝一杯，干了。靠，我不喝酒。今天行程就是缆车搭到饱，过山车狂飙，
再塞满一顿自助餐，这 CP 值真的满到溢出来，我不禁陷入深深的沉思：旅行社到底赚什么？还是我们其实就是来帮游乐园充人气的群众演员？匆匆结束完巴拿山的行程以后，又开始走曲曲绕绕的路径下山，游玩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再见了，巴拿山。又到了晚餐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吃晚餐喽。晚餐吃越南海鲜锅，看这艘船上面满载着海鲜，看了真令人食指大动。帮粉丝倒一杯汽水。当那些食材蒸熟以后，滴下来的精华都会下去煮汤。全部煮熟以后就可以开动了，这就是这趟行程的粤式火锅。50元被你说成是500元。吃饱喝足，店内还有欢快的表演，可惜我们吃完以后才表演。团圆姐姐请吃红毛丹。吃完以后我们就要上车了。我们的行程里面还有附赠一项免费的粤式按摩。各位，我们来到粤式成人不是粤式按摩这个是行程附赠的蛮赞的60分钟也可以加价到90分钟啦我个人是选择赠送的60分钟而已那小费要10万块越南盾。服务中规中矩啦，还不错啦就算是60分钟他也不会马马虎虎这样子没有差别对待。没加价就是早点结束下楼等大家而已，这也没什么。大厅还有点心能吃。回饭店了，各位。这几天饭店门口都有摊贩摆摊卖东西，他们就是专门等团客的。东西不贵，但也让我们方便。重点是还有杀价空间。回到饭店也快晚上9点了，我们不想要这么早结束行程，于是我就带妹妹到当地一间百货。是我们饭店离百货公司只有10分钟的路程，走路就能到。太令我惊讶了，越南的那个红绿灯居然有那个行人的斑马线。像这边百货公司的大卖场，价格就比较正常。即使是生鲜蔬果，一颗高丽菜也才30台币不到。这边就是采购伴手礼的好地方，越南腰鼓糖果、饼干之类的通通有。今天的时间只允许我们走这一趟，只这一趟算是偷跑，因为我们最后一天也会来，明天再来开箱穷规版自费行程。晚安，大家早安。第3天开始了。连续住3晚饭店，不用拖着行李跑，就是开心。这边饭店的早餐虽然还是会做更换，但菜色有点奇葩，青椒、凤梨、番茄、洋葱、鱼丸混在一起炒都有。不过不要紧，先来讲今天的行程。第一站就是去购物站，要去一间乳胶床店卖寝具，这个才是我要看的不是接下来就要驱车赶往惠安的方向。不过我们会先去嘉南岛搭竹篮船、吊小螃蟹，体验水上 KTV。真是令人开心，同时也会在那边用餐。接着就要赶往惠安的方向去了，闲逛惠安古镇，看日本桥，接着会一直待到晚上，从白天的样子看到晚上的样子，又是惬意悠闲的一天。不过晚上没有住在惠安，接下来就是一路驱车赶回我现在住的饭店，住同样的地方。OK， 我们出发吧。车上发的是冰水开心，以下有请导游讲话。先安排我们去的就是乳胶推广展示中心。如果你们参加了那个购物团的话呢，业务也有跟你们讲，对吗？就是每站的那个购物站，就是最少就是给他2个小时的那个时间，就是介绍的这个产品哈。OK， 好，然后我们再休息一下几分钟，我们马上就到了哈。这一站是卖乳胶床的。进去就不能拍照摄影了，我也没拍，反正也很无聊，所以后面你们就当梦游就好。先带上购物站工牌，我们即将开始上课。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我的华文是我们这里说的最好的，也是我们这个公司我是长得最帅的一个。带领我们做示范兼讲解的这位是这间销售站的干部，难怪中文这么流利。这间就是纯销售站，没有跟工厂结合，所以摆设其实都很勉强。
没有能给消费者放心的大型机具厂房设备，但至少有验证啦。就是男生吸的是减脂包包，它的乳胶的含量是93%，所以你们以后买乳胶不要问人家多少钱，你首先要问人家这个乳胶的含量是多少克，这样子你就显得比较专业啊。紧接着就进小房间示范，随便做前排发大财。反正先来暖场寒暄一下。越南打招呼叫做新早，你们说越南能娶几个老婆？越南法律规定是一个老婆，但是你能娶几个老婆，看你这个厉不厉害了。这个厉害。假如我们有一个越南女孩子喜欢你，给你一顶绿帽子，越南的绿帽子它叫英雄帽。确实好笑，导游应该让他来当，他不当导游真是可惜。接下来就进入正题商品测试，真乳胶枕头、假乳胶枕头，一看便知。请模特儿上床示范。鸡蛋测试，哥哥，现在这两个蛋是好蛋还是坏蛋？好蛋。来，请这个哥哥设计师，我把这个蛋掏出来给你们看一看啊。是好蛋啊。哇塞！我在马来西亚看榴莲示范就很扯了，这边居然还用到图钉。为什么有碎乳胶？我们给这个哥哥试一试。好，请这个哥哥再睡回来。不要！再睡回来，再睡回来。啊干！这是我第一次在乳胶床垫购物站看到示范者上台结束后有送小礼物的，其他国家的乳胶床垫购物站都没送过。然后为了表示你当模特辛苦了，我送你一个这个乳胶的这个小产品，让你试一试这个乳胶的小产品啊，晚上可以用，做一个纪念啊。那个可以带回去的。不用晚上就用掉了。这间销售站，他买一买，他是会送你行李箱的。讲解示范结束，各自带开试躺跟销售。销售试躺期间啊，你想出去就出去，抽烟就抽烟，尿完再过来。哎，对啊，尿完再过来，上厕所就上厕所，很自由的。不过等等，我就要回去面对销售了。这个被子对我们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好，因为它里面有果胶的一个啊，这个是16000的，这个是18000的。好，就看一下这是，反正里面来哪都是送的。讲解的优惠啊，不外乎就是买床垫送被子，金额方面是没有打折的。现在这位在乳胶床垫的销售员，他中文很好，不止越南本地人，而且也是这里的销售冠军，相当于这里副理等级啊。要能讲到这样是不容易的哦，光他的阶级就非同小可。面对这种才有挑战性，而不是都躲在人群后面。这边会喝水吗？有，你要喝装水。我们给你拿水过来，不用。哦，是啊。对，好，谢谢。给他们每一个人。口渴了，先跟他说要喝水，正好他们拿水出来，大家也有水能喝。毕竟我们也是客人啊。果然是业绩王啊，话术了得。虽然我被缠着不放，但没关系，我先call in观众，我妈。喂，干嘛？要买那个床垫吗？乳胶床垫63000。床垫。我刚才传给你看那个乳胶床垫63000。623你去死好了啦！你是不是欠打啊？你妈跟你讲没有在听哦。哦。要干嘛呀？妈你呢？因为我揍死你！我跟你讲。好。我说把你的卡路封起来。哦哟。啊。有没有在听？好啦，知道了。我妈妈不要了。即使拿妈妈这个理由来挡，他们还是有其他话术。不愧是销售冠军，厉害。买一个被子就是说是18000。1万，我给你拿大的，小的就是要18000的。他买一个枕头就要3500，然后一个被子就都18000又送我2个枕头。哇塞，确实划算啊！没关系，不需要了，没关系啊。好，谢谢经理。走。看来乳胶床垫是买不到的。哎，这么好的产品，我怎么一直跟它无缘呢？也以为乳胶床垫在越南很便宜，在这一站最低的商品，以5cm乳胶床垫举例，也要1180美金，相当于3万多台币。溢价如此之高，这肯定是智商。不是哦，不是这样说哦，是越南价值。很可惜，他今天挑错对手，选择了向穷鬼销售。今天不小心让销售冠军网第一个扑空了，不过他又去找别人了，反正不需要就不要就行了。这边也不会强迫推销，他们都很有礼貌，而且很自由。
你要走出去就走出去，想上厕所就去上。这里的销售站环境还是可以的，厕所也干净，质感不错。那些当地销售员也很放松，推不动商品那就聊聊天就好，躺在床上耍废吹吹冷气也可以。时间差不多的时候，也就让我们离开了，完全不存在强迫推销。这一站虽然有人买到送行李箱，但也待了将近2个小时多左右。会使买的，床垫看在人啊，看人的条件啊，感觉会使。罐罐加菜吼，比不了健康2个字。开得落就开啊，开袂落就再搁拖路。确实如同导游所讲，就是2个小时左右会出来，多了一点也无所谓，至少真的在这个 range 还能接受。各位还醒着吗？接下来就要一路赶往惠安，前往嘉南岛，开始我们今天第一个行程——竹篮船。来嘉南岛一定要搭这个竹篮船，俗称碗公船，是不是真的很像一个大碗公？这真的是各国观光客来中越的必走景点。一进来就先给你搞个热烈欢迎仪式，这对观光客来说根本无法抗拒啊，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导游让我们在这边体验这个竹筒船哦，竹筒船安排了3个节目，节目完之后就在这边用餐了哦，赞。好，接着我们就要去路口，我们要准备上船了。这边的套路就是买照片跟小费而已哦，爱买不买随便你了。在整个搭船的过程中，船夫还会不断逗我们玩，是真的很有出国旅游的感觉。加油！加油！台湾，台湾，对啊，台湾 No.1， 台湾加油！尤其当他知道你是台湾来的，那个狂捧猛夸哦，真的会让你产生一种哇，他们好爱我们的国家的错觉。哎，爱你也急了，爱。整个体验的过程中啊，船会开到一个很大的湖面，那边就相当于整个活动的主会场了。这里有付费体验帆船快感的项目，看别人玩感觉就是挺刺激的。收费价格也很便宜，台币几百块，其实几乎各国纸币都收啦。目前是台湾客把他围住，他就拿台币出来了。待了一会儿没人要玩，就会到下一个行程了。到了水上 KTV 区，船夫会把所有的船围成一个大圈圈，然后让团员在中间的船上疯狂唱唱跳跳。最后我不晓得这行程安排钓螃蟹要干嘛，反正钓到了也是放生。不过转念一想，这其实是让你体验一种救赎的感觉。钓到了再放生，感觉就像做了件善事，对不对？其实也算是跟这只螃蟹有缘啦，因为真的超难钓。上岸就把小费付一付，要买照片就去买照片，不强迫，就能准备洗手了。洗手？对，因为又要去吃饭了。今天的中餐也是在这边用餐，讲真的，能在这环境用餐很爽的，每道菜都很可口。这一顿叫嘉南岛风味餐。请粉丝吃饭了啊，吃小虾虾。吃饱喝足。吃完饭以后，稍作散步，上个厕所，待会就要集合出发，前往惠安古镇了。惠安古镇到啦！白天是斑驳的黄墙老街，夜晚则化身为千盏灯笼交织的梦幻之城。这里是越南最迷人的世界遗产惠安古镇。来到这里，仿佛穿梭在百年巷弄雨丘盆河畔。这里就是一座越夜越美丽的梦幻聚落。由于巴士进不去古镇，所以我们会停在外围，要先步行一段时间。惠安古镇本身是免门票的，但如果要参观日本桥，就需要购买门票了。导游会先介绍一下这座大名鼎鼎的日本桥，这几乎是每个旅游团导游都会带来看的地方。导游会跟你讲一堆几百年前的历史，日本商人在这边盖桥，连接着中国街区之类的。但说实话，对我们这些观光客来说，这座桥最伟大的意义就是掏出一张蓝色的2万块越南盾，跟这座桥来一个完美对位的大合照。
但是晚上就不适合喽，桥上永远塞满了各国观光客的后脑勺。导游先让大家来这场洗手间。这条街上挺好逛的，而且这边也有换钱的地方。用 Google 找很多评价不错的换钱所，汇率都很棒。有些甚至藏在卖珠宝首饰的店里面。至于有没有问题，自己去感受。其实在这大热天的，吃点冰是不错。台湾有包手铁板烧，越南有包手炒冰，请粉丝吃冰。逛累了，附近都一堆咖啡厅，选喜欢的去就行。也有按摩。因为我妹不耐走，逛得差不多的时候，就找个地方喝咖啡休息了。这间咖啡厅在惠安这边也很有名，属于特色咖啡厅类型。里面的氛围是最高品质，静悄悄。大部分跟店员沟通都是手语以及纸笔。因为我有一个妹妹是听障，所以跟他们沟通很顺畅。不过我这样一杯咖啡跟饼干一套下来，也才100台币有找，而且能待很久。虽然没冷气，但也不热。环境讲真的很不错，处处是巧思。这间我来越南之前完全没有做功课，我几乎有些地方全靠赛道的。古镇的咖啡敬大家。加太多炼乳了。快晚上了，又要集合吃饭了。说实在话，各位是不是觉得晚餐自理比较方便？不过没差，打几灯，探几灯。这一顿就在惠安古站用餐，中午那一餐饱到刚刚，晚上又是一顿好料，鱼、虾、肉、特色餐通通有。讲真的，每一餐都吃这样，来越南真的又是好几公斤，餐餐又是啤酒又是饮料。一般来说，你在自己家都吃自己煮，要么外面便当、便利商店，来这边都是吃餐厅了，每天上馆子的概念。吃饱喝足，又要继续逛古镇了。到了夜晚，惠安古镇就像换上了另一幅图画。当沿街的灯笼亮起，那光影交织的瞬间，就像神隐少女那样，不小心闯入了神秘的异世界，所以就会变超多人。尤其这边又在放水灯，那种感觉就来了。晚上也比较不热，也不会像中午那样逛晒到要死。其实，在惠安古镇赚钱也蛮容易的，像这个橡皮筋飞鸟，虾皮一只才10几台币不到，这边卖看他们心情，最贵200台币一只也有。但我妹想买，出来玩就当做角色交税。准备回去了，我们的巴士在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出来的时候统一搭电动车过去上车。跟惠安古镇说再见。今天光是惠安这边就待了将近5个小时，虽然不足以逛遍全部，但真的相当值得。哦，各位，那个有参加自费行程的呢，游览车就载过去了哦。他们好像去夜游韩江吧，然后搭游轮。那没参加自费行程的哦，就回饭店休息啦。那今天就到，不可能，你以为就到这样吗？没有啦。穷鬼带你走穷鬼版自费行程。外面这种有品质的按摩店，是不是跟昨天的不一样了呢？这里120分钟1000台币不到，而且网络给评价还打折又送饼干。不过这里只有接待小姐比较漂亮，他们的师傅都是外面叫过来的。越南按摩店师傅都是店家叫再来那种固定在一间店的很少，所以常常看到团客来的时候，一堆师傅骑摩托车到按摩店集合。这边光点心、装潢、设施就不知道甩昨天那间几条街。好，各位晚安，明天见。大家早安，第4天开始了。这间饭店的现煮河粉很少，如果没了就要等。先来说说今天的行程。早上会先去逛五行山，毕竟也是岘港必到行程之一。中午再去用个餐，下午就去蚕丝被购物站卖蚕丝相关产品。接着我们还有免费下午茶能享用哦，真的是太棒了。刚好天气不像中午这么热，就会去看龙桥以及 APEC 公园，其实就是免费的岘港打卡景点。然后就是我们的美溪沙滩，最美丽的沙滩。最后
晚上在很有气氛的音乐餐厅用餐，就差不多回饭店了。吃饱喝足出发去。今天是最后一天待在这间饭店，晚上就要换住5星级饭店喽。这些摊贩小蜜蜂也真会抓时机。早上我们出来饭店就在等我们，晚上我们回饭店也是。基本上只有在这条路上附近的饭店才会看到他们。这发水就像发槟榔一样。团员阿姨请吃酸梅，给各位提神醒脑一下。传说中由金、木、水、火、土5座大山组成的中岳秘境五行山，今天带大家直接攻顶最经典的水山。这里不仅有神圣的古寺、鬼斧神工的洞穴，还有能俯瞰整个岘港的无敌观景台。我们的团费有包含一趟上去的电梯，至于下去的话，就要自己想办法。水山这边有些洞是需要门票钱的，但我们这种的不需要，因为这一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只能参观长征洞，看得到从越战弹孔中洒落的神圣光束。这天然的特效相当有空灵感，尤其山中有佛则灵，在这里修行能吸收天地日月灵气，感觉这里面就是摆了很多雕像，就像一座山洞里的装置艺术村。准备下山了，这是一场耗膝盖跟体力的挑战，但我必须跟各位说，这条路不好走，难怪要你花钱搭电梯。哇，108阶啊！不坐电梯的话，就要直接从这边下来或上去啊。电梯要钱，要15000哦，未来可能还会涨价。请各位喝椰子水，冰的，2万块。舒服。如果各位下山以后，这边的摊贩卖的石头或是精品包，可以参考看看，基本上都不贵。如果买的多，也是能尝试杀价。这里停车场厕所要钱，行山下山时的厕所也要钱。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上车了。很快的，中午又要吃饭了。今天一样又是特色团餐，吃粤式9层蒸笼塔，满满海鲜层层叠起来蒸，也有杂粮，蒸好以后的精华流入汤中，就能倒入蔬菜以及泡面，煮一锅粤式火锅汤面。怎么我们吃这么好，导游领队吃这么烂？不管，又是美美的一餐，吃饱喝足，出发前往下一站。买芒果免费帮你削水果。哇，导游还蛮贴心的，说是早上走购物站的话，中午去五行山会很热，所以安排我们早上去五行山，中午吃饱饭再去禅师购物站吹冷气。但是都看了那个景点，如果早上走，那中午的话呢，走那个五行山真的很热。那个中午我们就走，那比较舒服，因为里面的话呢还有那个空调，对啊。OK 哈，我们再做3几分钟就到了哈。禅师贝购物站，其实里面讲真的规定就是不能拍，所以我直接用 AI 生成的方式为各位还原一下现场。开场很简单，就先自我介绍。那么各位，计时开始了。这间购物站店名是参考北越河内附近的万福丝绸村，像店员身上的越南国服奥带也是用丝绸做的。这里虽然没有厂房，没有设备，更没有机具来给消费者证明蚕丝到底好不好。不过不要紧，反正他们的商品确实是真的，种种堆叠起来就形成一种公信力的存在。所以他在这一站做了很多蚕丝的检验辨别以及示范，也讲了一堆历史故事，把我们带入这个情境，让我们觉得蚕丝就是棒。不要紧，他们的商品确实是棒，但就是贵而已。但其实越南的丝绸之都是位于中南部临潼省的宝路市，那边就会出口到全世界各地。新光山乐队吗？唯一目前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今天如果缴满1欧元哦，台湾新光山乐，你们去看一下，马上品牌活动20万以后的东西哦。
在外面介绍的差不多，就准备进小房间开始正式上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越南妹妹比较勤劳，对不对？也在10年以前，大家都知道越南妹妹比较便宜，然后3万块钱、2万块钱就可以带回家做太太。但是现在进小房间先轻松开场，跟大家聊聊天，破破冰。台湾产不产蚕丝，你们知道吗？不产，现在不产，之前有在哪里呢？对，在苗栗。苗栗很有名的蚕丝购物站，就是苏斯曼蚕丝生活美学。好的，各位，我们开始对商品进行示范。有没有看到？来，现在开始，这是所有蚕丝被购物站中最经典的一幕。开始铺蚕丝被一个一个介绍了，每一件都让我们摸，让我们闻。这点跟很多低价团的蚕丝被购物站一毛一样。像这样要上台讲的，就不只是一般销售员这么简单，肯定是销售冠军级别的经理及高手。所以请大家，我们再摸一摸马上发财，马上有台币的价钱是18万，18万不会。比起死缠烂打，这站最擅长的就是用愧疚感来带动气氛，这招对爱面子的华人特别有效。因为只有你们买了，我才有业绩，对不对？那个阿姐们，今天你们有什么质疑可以直接跟我说，是我的服务不好，还是我今天的讲解不好，还是价钱不好，还是说其他的什么不好？你看，我不讲话，大家都超安静，没关系嘛，你们可以自己聊一聊，都可以的，没关系的。如果大家陷入沉默，那就从大家的开始一一点破，再次把冰层破开，让讨论再次敞开。价钱不好，但是我请你们帮我一个忙，如果好嘛，见大家又继续沉默，我们请老板娘出面好不好？哎，你要发饼干就早点发，为什么要老板娘来才发？搞得像 PODO 欸。这边的蚕丝被不要觉得很便宜哦，销售嘛，一定都是要推你买套组的，一套组4件套，床包、被套、枕头套，10万台币起跳。再不行，那就拆分成2份，4万5带一套要不要？再不行，那我后面再加码送东西嘛。这种就是加码环节，让你感觉等到后面出手最划算。但其实东西不是贵就好，在于价格是否合理。所以价格多出来的部分，肯定又是乱讲，是智慧财产权。毕竟每件商品都有它自己的专利，是智慧财产权比较贵。毕竟这是他们自己研发的，外面不一定有更便宜好用的。但以纯蚕丝双人冬被来说，台湾合理市价大约落在台币4000到8000之间。即使是高品质4件套组，就算加上纯棉或天丝的高级床包、被套、枕头套，总价顶多也就是1万到15000元，紧绷了。所以卖到最后4万5就有4件套，还有燕窝被跟蚕丝被，并且点名了要有4个人买，也就是4万5乘以4。东西我可以送，但价格比较死，无法打折。开宗明义就是老娘今天业绩要18万，我觉得合理。跟你讲啦，不是说台湾卖的那些品牌都是被跨水小哦，但如果在这边买了，就别拿回台湾跟其他间比就是了。这就跟买完美冰淇淋一样，虽然贵，但我看得到完美啊。路边卖的把布虽然便宜，但总不能叫阿北穿奥黛卖冰给我看吧？反正不想买你就简单一句话啦。弟弟10万回头。我无钱，我无钱，我无钱，请你唔免来找我。不过可惜这一站销售没来找我推销，因为有其他阿姨去跟他们进小房间1对1推销了。算了，这样也好，毕竟他们要工作，不是每个都跟午觉床垫那样很闲，可以跟我练习拒绝话术。他们员工也蛮准时吃饭的，该吃饭就去吃饭，也不管你客人有没有需要了。只剩经理跟老板娘还在跟团员在小房间销售，但平心而论，这一站也是自由进出，不强迫。那在里面听完课，进入到销售环节的时候，就差不多能走出去瞎逛。不止外面能走，也有其他地方能坐。基本上他们也不大会赶人进去，虽然会请了，感觉有点在逼，但其实这都还好。讲真的，比起大陆的购物站，越南这里已经算很轻松了。这边的椅子至少还是有靠背的，是那种小板凳。
矿泉水、咖啡、零食、饼干，最起码都有招待到。外面还能看到大陆团的同胞们也进站听课了。这购物站也是很多岘港的华人低价团必到之一。但各位别看这些大陆人很会插队哦，他们基本上在购物站的时候比台湾人还乖，大部分也是听听就买了。大陆团过来的团费虽然比台湾便宜，但他们的吃住等等比新加坡、大马、港澳台过来的游客还差。但他们总能乐观的说一句话：还行啊，这点我很佩服。这一站也是2个小时多一点就出来了，反正只要有照行程走就给赞。出来的时候，这一站有卖一些丝绸的附属品，还有跟丝绸没有关系的东西，价格部分就见仁见智啦。那这一站他们也没有说要关人或强迫推销，没有，其实都很自由蛮 free 的，要买就买，不想买随便。你看这边还有很多大陆同胞，他们也是在这边直接跑出来外面坐着等也没关系，他也不会拦你。各位还在紧绷吗？放松点，我们下一站就去享用粤式下午茶了。这是我们行程当中包含的免费下午茶。来这边不是只有咖啡能点哦，这边是有给我们其他饮料的选项，同时还会另外附上一壶手工茶饮，同桌共用。但我还是选咖啡了。同时我们还有一份粤式法国面包，觉得味道不够，也有辣椒酱沾。在这边惬意的享用下午茶，也顺便把刚刚在购物站复杂的情绪花掉。各位辛苦，我们接着出发前往下一站。APEC 公园 ，APEC 公园，这里为2017年的 APEC 峰会而建，里面充满了各国的雕塑艺术品。不过艺术品什么的都是其次，来到这种腹地广大、随便拍都有大景的地方，只要有这个巨大穹顶一出现5颜6色的丝巾绝对准时飘扬，看着大家在广场上解锁各种高难度的拍照姿势。随便抓个角度拍，都有满满的出国仪式感。台湾送来的艺品也在这边。看到了没？这是什么？台北。也能看看著名的龙桥。昨天汉江夜游的团员都看过了。这边也是有免费厕所的，这里就是打个卡、拍个照就差不多了的免费的景点。如果你是独旅，这里也有摄影师，价格不坑。我们出发前往下一站。这边号称东方夏威夷，被富比士认证为世界最美沙滩之一的美西沙滩。基本上大部分中越旅游团跟自由行都会来，通常会在这里放风拍照。这片绵延的白沙和海岸线，不用花大钱去住旁边一晚动辄上万的海景度假村，我们一样能踩着最细的沙，吹着最顶级的海风，还能在这边以沙为画，留个纪念。但有时候很难理解我妹的创意，就是架杠扣雷音啊，旅行社只包我们有个地方洗脚跟上厕所免费，但是没有包这里的躺椅。来这边踏踏也挺不错的。想要待在这边一整天那就自由行的时候再来。这里超多外国人的，而且也有各种海上设施能付费游玩。这里的救生员是真的会做事，有人看起来快溺水，也会及时过去关心，或者是未成年小朋友离岸上太远，也会吹哨提醒。准备上车吃饭去。晚餐来这间餐厅吃，这间离美西沙滩走路10分钟就到。这间不是那种一般团餐餐厅这间是连自由行散客、情侣约会都喜欢来吃的特色餐厅，可以说是来中越岘港可以排入行程的餐厅之一。这一顿又是特色菜，反正看起来就是中餐的菜，而且晚上他就会开始表演音乐了。有音乐这一顿饭又是食欲大增。最起码它好吃又色香味俱全，这大概也是我们团餐中吃的数一数二好的一个。今天行程结束了，敬粉丝一杯可乐，吃饱喝足。今天连续2个晚上住5星级饭店了，回到饭店也已经7点半了。这时候至少1半以上的团员都去报名导游推荐的自费行程粤式洗头。等一下我们也不落人后，
但我们先开箱饭店房间再说。这间饭店离岘港市区不远，但看起来很偏僻。饭店开箱环节。确实5星级哈，当地越南评鉴的5星级，不是国际评价的5星级哦。好，请容许我放个包包，先看一下。来哦，这个他们的 menu， 然后一个镜子，有时钟国际插头，自己的也可以用。柜子有没有佛经、圣经、可兰经？没有，靠腰，哎呀，好可怜。一个小梳妆台，也可以充当一个书桌来用。我们是3人房哈，所以是2张单人床加1张特定的床啊。这不用看了，这一定是我在睡。它不是空心的哦，所以就不用搬开来看。不过这床底还是要看一下。好，没人 ，OK。阳台，手动窗帘哈，手拉窗帘，自己手拉的，可以看到整个岘港的风貌。电视哈，有英文跟越南文，然后这边的注意事项呢，有韩文也有中文，也有这个。OK 啦，我来看 mini bar 有什么？这不用讲了，付费哦，免费哦，自由取用。这边 mini bar 都会有写价格，热水壶、卫生纸，这个可以哦。好，垃圾桶，我看一下它冰箱的 mini bar 长怎样，还有多少空间给我们放我们自己的饮料。好。要钱，好，其他我们剩下的空间就这些，可能拖鞋，不能带走的。好，我们来看浴室啊，终于做到了真正的干湿分离。好。花洒，莲蓬头，来先来看莲蓬头。正常 ，OK。来，马桶不是智能马桶啊。我来这边，他们当地4、5星级都没有那个智能马桶。来看马桶的水声好了，算了，有这个给你就好了。有浴缸这次有浴缸不想被看，就把自己窗帘拉起来。这间该给的备品都有给，毛巾、牙刷、沐浴乳这些。这边有浴袍，还有他们那个吹风机、斜爬，哎呦，还有这个火灾用的防烟面具，一个保险箱，反正就是一个大柜子。这间饭店取电卡要插有晶片的，蛋卷冰淇淋就不行了。好了，开箱完毕了。那晚上他们要去自费行程的就先去了。好，那等一下我带你们走穷鬼版自费行程。由于我们饭店离按摩一条街比较远，这时候就是叫 Grab 的好处。各位只要来东南亚 ，Grab 就是你们线上叫车最方便的软体，就是把它当 Uber， 还有台湾55688使用就对了。我们的饭店比较偏，但如果会叫车，离按摩店来回也才200多台币。我讲过了，我带大家来走那个穷鬼版自费行程，这边就是。这家按摩店是新加坡人开的。他说，在闽南话是怕输的意思，对新加坡人来说就是第1名的意思。这间他们挑的师傅品质就比较好了，
点心也不错，装潢也不赖。我出来啦，哇塞，洗头完神清气爽啊，而且才600多台币而已，哇，90分钟，按摩、肩颈，还有手脚，再加上洗头，赞。按完下来，身心舒畅。各位晚安，明天见。大家早安，第5天开始了。先来给大家看看5星级饭店的早餐吃什么。这里的早餐应有尽有，品项多到不行，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终于有点像样的食物能吃了。比起昨天的饭店实在好太多了。先来讲今天的行程，早上8点就要出发，有够早，也是本次行程中最早出发的一次。早上呢，就先去吹个冷气，上课，走最后一站购物站，卖珠宝的。然后我们要去粉红大教堂拍美照，打个卡，顺便在那附近走走。中午用完餐以后，就要去三茶半岛，那边是山海一览无遗的景点，那里有一座大大的观世音菩萨雕像。接着就要去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 shopping， 去当地百货公司买到爽。shopping 排在最后一天就对了。今天简直是快乐到不行的行程。好了，各位，我们出发，吃饱喝足。可怜啊！虽然我妹昨天摔倒了，但无论如何还是先把我妹推上车再说。就像以前在医院推我爸一样，导游有问他要不要看医生，但回台湾再看就好，不然他有些行程没玩到没吃到，可能又要改叫。因为越南国际医院要抽血照 X 光，很累人的。也是你睡得不好，也是你。珠宝玉石购物站，这边他们不管我，随便我拍。来，我们带上工牌，准备进站听课。一进来，这里的销售就会带我们 run 一下，基本都是讲跟珠宝玉石有关的故事，带我们进入这个情境。这里也有展示一些跟珠宝有关的展示品。讲没多久，就差不多进小房间听课了。基本上就是瞎聊东瞎聊西，没啥营养的。然后聊着聊着，讲没几句，就要请老板还是设计总监来了。好。老板来之前也不能闲着哦，怕我们无聊，要继续跟我们瞎聊，等到老板来。好，各位，我们上 BGM。好。老板在这边会很海派，先安抚大家心灵。先前各位走了购物站，对不对？来这边就当放松休息，买不买东西无所谓的，没关系啦，我不缺钱，就当交个朋友。就好像这个老板很懂我们，是嘎吉郎啊！这流程我老熟了，这间的流程是从大陆那边原封不动搬过来的，大陆那一套则是从台湾以前翡翠珊瑚陆客团发展改良的，台湾在这点依旧是始祖级地位。反正有喜欢的你就买一点，没喜欢的把我们这里当成个景点参观一下，休息一下，高兴来高兴走。要是耽误你们时间呢，向你们所有朋友先道歉，祝你们后面的行程旅途愉快，路平安。去了什么丝绸啊，去了什么乳胶啊，去了什么珍宝啊，怎么样？反正不是我家开的，随便你说。就一点，要知道我们这里什么情况怎么样，就拜托一下，别投诉我家就行。待会把你们那个直接让他带你们出去参观，不要让他直接给你们讲。有喜欢的就买，没喜欢的就说了，就当景点参观了，好吗？好的。因为不然还一弄你们可能要2个多小时。小房间出来以后，我们才会前往真正的主菜场——销售展示厅。这时候，这位老板就会教导我们珠宝的知识，有兴趣的团员就会凑过去看。泡在那个墙刷墙钳里面泡1个星期，把里面的杂质全部泡掉，泡掉以后拿出来，激光打色、毛笔染色，然后冲胶，然后抛光打蜡，那就好看了。它是缅甸的翡翠，送你们的。它不是什么呢？它不是中国玉，缅甸的翡翠，我们
阿姨迈着兴奋的步伐朝我过来。他卖你666赚到了。对，真的啊，你看买着好东西。真的。哦，哎呦，赞！哎呀，你看，好漂亮！你看这颜色，然后你看这纯度，哦，啊，惊为天人了，够了，足够用，大气啊！同团的阿姨买到了好玉镯，开心地跑来跟我报喜，说只花了6666台币就捡到宝。看她笑得合不拢嘴，我实在不忍心戳破她。东西确实是真的，但那溢价，真正是收管啊！有很多长辈买这些东西回家炫耀，往往换来的是家人的臭骂跟嫌弃。因为在家里得不到情绪价值跟支持，最后干脆就不讲了。其实出来玩，买的哪里是玉，买的是那满满的情绪价值啊！所以只要阿姨今天开心，这6666块就当作是买门票，值了。因为阿姨看了想要，她一直跟老板杀价，终于谈到6666，这中间的情绪价值就是老板给的。不得不说，这间珠宝玉石站的销售段位确实很高，你不买也无所谓，想了解也不勉强，试戴也没关系，随便戴。而且一进门就先送你一颗号称价值好几百块人民币的玉纽扣，但其实淘宝上批发价一颗不到10块台币。不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这就是最高级的销售心理学——互惠法则。他们不仅不强迫推销，还给你极大的自由空间。那些标价牌上的天文数字都是摆着好看，价格就是等着你来杀。你杀下来，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赚啊。很多防备心原本很强的长辈，反而会因为这种没有压力的亏欠感，脑波一弱，直接一拜刷卡结账。甚至连一些平常爱逛饰品单的年轻人，走进去也照样晕船一拜。对比前面几站那种步步金币的情勒战术啊，这间珠宝店走的是佛系收割路线。但也不错，至少有提供茶水，你不买也无所谓。厕所够大，而且随便你逛。唯一的缺点就是要一直站着熬时间，不过时间一到准时放人，1小时又40几分钟就重回自由。这次连2小时都不到。重点这一站只有那位阿姨有买。说实在话，这已经算是低价团里相当讲武德的一站了。我不如回台湾买黄金。反正你也来不及啊。跟大家讲，这个名片还是很有用。你如果有东西买了有瑕疵或不开心，旅行社不帮忙退货，在时间内直接联络名片上的人就好，因为他被派来越南绝对也是干部等级。但时间久了，可能他就失踪了，你就必须自己过来。如果店还在的话，基本上越南观光还在白热化，他们还会全在很久啦。恭喜各位，我们的购物站已经走完了，行程快接近尾声，导游也要在车上卖一点东西了，零食、饼干、果干，再来就是滴漏咖啡壶具。你买咖啡豆，我就送你壶具。像这边车上卖的腰果，虽然比较贵一点，但就是在地卖场没有的品项，因为这种都有挑过，比较算是特选品，口感好，拿来送人是不错的选择。基本上不想买就当做吃上午茶。来到岘港，一定会被带来这个号称充满法式浪漫的粉红大教堂。在网络上看到那些完美的照片，哇，粉粉嫩嫩的，加上蓝天白云，感觉好像随时会有一群白鸽飞过来，对不对？虽然现实是残酷的，但今天很幸运，各位没啥人啊。3月来这边根本拍空景的好时间，不然这里其实是各国大妈与网美的兵家必争之地。往常想拍张空景真的做梦比较快。其实这教堂就是个单纯的建筑物，进去大概10分钟，拍个2张到此一游的打卡照，然后你就会开始感觉无聊了，然后在旁边找阴影处躲太阳了。这里也有付费摄影人气，价格算合理，但我们有导游，免费。不过说真的，外墙漆成粉红色这招是真的聪明，不用什么伟大的历史故事，光靠这个颜色就足够让全亚洲的旅游团每天自动把游览车开过来报道。这边附近就很多地方很热闹可以逛然后还有这个网美景点可以拍拍照，还可以逛逛这样子。换钱的地方也很近，走路差不多6分钟就可以到很好的景点来去做换汇这样子。可是今天已经第5天的行程了，才来这边换钱，好像算了啦。但要注意，这些换钱的地方下午5点后就会关门了。
到时候就只能找导游换烂烂的规律。早上在饭店刚吃饱而已，现在又要吃午餐了。午餐吃这间，管前面发生什么，有没有被坑，还是怎样，吃饭总是能把前面的阴霾一扫而空。来，先帮各位倒杯汽水消消气。这次的团餐就比较一般，但是摆盘部分还是很有特色的。现在吃餐厅的次数已经在倒数阶段了，且吃且珍惜。吃饱喝足以后，就出发前往下一站。接着我们来到山茶半岛，这里的重头戏就是这尊号称东南亚最高的白玉观音像。说实话，这尊观音真的很壮观，它就这样静静地望着整个岘港湾。听导游说，自从建了这尊观音之后，岘港就很少有台风灾情。撇除掉宗教色彩，这里的无敌海景是真的顶。吹着海风，看着整个海岸线，这才是真正在旅游的感觉。来到这边逛逛整座园区，也顺便净化心灵。算算前面几天，我们来到岘港，起码走了3次寺庙，都不知道净化多少次。这边一定要晴天过来，这里是免门票的景点，免费的。自由行的各位可以选择用 Grab 叫车就能过来了。不过各位来这边自己罩子要放亮一点。如果你有看到猴子，这里的猴子有时候比中山大学附近的还要凶。手上的零食饮料要拿好，被抢了，观音菩萨可是不会帮你讨回来。我在睡觉，我在睡觉。这一站只给我们40分钟，各位，我们上车了。各位，我们来到了前几天就来过的百货公司。其实这里我们已经先偷跑过了，所以知道有什么还能买。像是这边的超市，这边的香蕉牛奶，因为越南跟韩国目前是好伙伴，所以税很低，香蕉牛奶有够便宜。后面有没有肉都会用中文标示。好啊，就让我在那边待2个小时啊，有东西买这样子。啊，里面的那些艾迪达、Nike 啊什么的，不见得会比较划算。好啊，如果买一些当地特产的点心啊、零食啊、饮料什么的，在这边的 Walmart 买会比较划算一点哦。啊，价格也比较公开透明一些，然后同时呢，也可以用信用卡。好，来这边消费算还可以啦，比较大众。但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最后一天有安排在这边。不然像平常有些低价团是不会安排去百货公司的，买完以后就准备上车了。终于到了大家最期待的自费行程——越南传统奥黛秀，灯光美，气氛佳，越南佳丽身段多柔美，这不看会后悔一辈子。啊，抱歉，穷鬼没走这一站，这时候没有参加自费的会送回饭店先休息，然后再集合出发去接团员，再去吃饭，睡个下午觉也挺好的。这是他们开始前跟结束后我才拍的。穷鬼，你怎么什么都要蹭？吃饭之前，导游还有推销越南夫妻饼，1盒500，但是每个人都会送1个，就像吃麻鸡一样，但穷鬼不买。吃晚餐了，这间虽然也是团餐，即使是这样，依旧是色香味俱全，样样都没味，除了那个鱼啊，有一点味道，其他都不错。先帮粉丝倒汽水。老实讲，在岘港的每一餐几乎都是吃这种自由行也会来的餐厅，不是吃那种团客餐厅就是棒。真的差点忘记我的团费居然是1个人12900。吃饱喝足，晚上又走自费行程。这间粤式洗头专门接韩国客居多，老板娘是韩国人，所以一见面就说韩语。啊你啊谁哦？见我不是韩国人，就把我交给旁边讲英文的越南店员了。岘港有超多韩国人开的粤式洗头。对于非韩国旅客也是 OK， 他们也都会准备中文菜单。中文菜单跟本土菜单价格是一样的，不会坑。这间还算可以啦。各位晚安，明天回家喽。大家早安，第6天开始了。各位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吗？其实就是吃饱等搭飞机而已。不过这行程安排的时间很好，早上11点才出发，我们完全还有时间能享受饭店设施。这里的泳池采无边际设计，确实有跟上潮流。健身房也是一应俱全，能直接看到户外，不会跟奇奇怪怪的人抢碰到。
顶楼酒吧也挺不错，适合来喝咖啡、喝酒、聊是非。我们不仅能慢慢吃饭店早餐，享受饭店设施，慢慢吃完才去机场。到了机场以后，又发一顿越南面包，回程的班机又有一顿飞机餐。这次越南根本养猪行程。这次的中越低价团，老实说，扣掉购物站以及搭飞机来纯睡觉的行程，实际游玩3天半，但是餐餐全包，这点我闲不下去，所以找到了旅行社，这次没翻车。老实讲，这次越南中越的行程我相当满意，时间不赶，很多景点其实就在附近而已，搭车时间不长。前面几天饭店附近有大卖场、汉市场、按摩店，光是这些你自己会安排，完全不需要参加自费行程，自己叫计程车或走路就能去了。光越式洗头跟按摩就每天安排一次，多出来的钱还能在大卖场买伴手礼。所以我这次带出来的行李箱全满，我们3人平均花费含团费加上饭店小费那些哦，然后还有自费按摩以及大卖场买东西，全部一人约19000台币左右。这种价格包吃包住成这样，还不用领队小费，难找。而且我妹受伤，领队就关心要不要送医院，膏药也有给，这种点就甘心呢。但说实在话，因为这间旅行社算佛心的，越南低价团购物站是可以安排4站的，他还没有安排茶叶购物站哦。如果他有安排普洱茶购物站，有些团员是承受不住那种感觉的，可能就会 keep 屁名啊。好了，我是穷鬼，我们下支影片见。为什么这间越式按摩这么贵？250万越南盾一个人，照理来讲不会这么贵才对，有问题哦。每个人出国都在挖掘心中的宝藏，开辟自己的山，而这间就是越南传说中成年人专属的快乐登山口，是成人心中的无尽藏。真不夸张，韩国人都是直接整团包游览车过来登山的。如果你们有带老爸来越南，记得带来这种店，尽点孝道，给长辈满满的情绪价值。但切记，这种钱晚辈不能帮忙出，会衰，一定要让老爸掏自己的钱。穷鬼这边不推荐任何具体店家，请自己来越南寻宝。我女友是说她不会看片尾啦，应该是没差吧。